我靠装疯卖傻狗到就范那天，朱元璋突然踹开库房，香瓜手雷，马克沁机枪，这就是你说的琉璃作坊。我默默按下起爆器，应天府夜空炸出一个二维码。父皇，扫这个领蒸汽机图纸。我传输到明朝，竟成为废物皇子朱揣。父皇母后嫌弃我，皇兄皇帝对我避而远之，宫女丫鬟谈虎色变。论治国之道，我不如大哥；论带兵打仗，我不如四弟。可他们又如何得知我才是隐藏最深之人？我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琴棋书画，刀枪剑戟，我无所不能。当他们发现这些秘密的时候，这才只是我展示出来的冰山一角。父皇母后，大哥四弟，你们慌不慌？洪武10年，应天府，我的马车刚驶出王府不到100米，就听外面一声凄厉的嚎叫：“快跑啊！秦王殿下出府了！”好家伙，这一嗓子下去，整条街瞬间上演大变活人，小贩们连摊子都不要了，呲溜一下缩进墙角。行人像受惊的兔子，眨眼间全钻进了小巷。一个抱孩子的妇人死死捂着娃的嘴，声音发颤：“别哭，再哭，秦王就把你抓回府吃了。”车里的我放下帘子，长长叹了口气。穿越成大明朝秦王朱揣已经8个月了，这8个月我只出过1次门，就是今天。没办法，原主留下的光辉事迹太过耀眼。我现在走在应天府的大街上，那真是顶风臭10里。狗见了都得夹着尾巴躲回窝里发抖。今天要不是我那便宜老爹朱元璋召我进宫听训，我宁愿在王府待到场蘑菇。摸着怀里冰凉坚硬的香瓜手雷，这是我金手指的一部分，也是我敢去见老朱的底气。我默默盘算，再忍几个月，等明年5月去了西安封地。天高皇帝远，那时候就算老朱发现儿子货不对版，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至于现在，苟住，一定要苟住。每次见朱元璋，我都慌得一批，不光因为他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大眼睛，更因为他身上那股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的威严。好在原主见爹也怂，我这副老鼠见猫的模样反而成了最佳伪装。马车进了皇城，我刚下车就撞见了太子朱标。我这个大哥真是没得说，全应天府都把我当瘟神躲着，只有他真心实意对我好。我上次差点挨鞭子，还是他拼命劝下来的。二弟，你怎么在发抖？病了？朱标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满脸关切。走，先去看太医，父亲那儿我替你解释。大哥，我没事。我苦着脸，就是一想到要见父皇，腿肚子就转筋。朱标笑了，别说你，我也怕。不过你这几个月安分守己，父亲不会为难你的。有朱标在身边，我心里踏实不少。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时代，他给了我难得的温暖。去御书房的路上，朱标随口问：“二弟，这些天在府里都做什么？”我耸肩：“练武呗。大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就是个粗人，就爱舞刀弄枪。安心等到明年5月，去西安当我的逍遥王爷。”朱标忽然压低声音：“二弟，到了西安，能不能帮哥哥一个忙？”大哥尽管说，奇珍异宝，山珍海味，还是又胡说。朱标笑着捶我肩膀：“让父皇听见，又得训你，帮我找个人叫西安二郎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这人得罪大哥了，交给我，保证把他腿卸了。莫要胡闹。朱标瞪我一眼，眼中却闪着光。此人才华横溢，在酒楼写下一首拟古绝绝词，只一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便让我心折。你若遇见，定要以礼相待。若能求得他1、2诗词，哥哥便心满意足了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还好马甲没掉。西安二郎是我偷溜出去听曲时用的化名，这要暴露了，今天这顿打绝对逃不掉。成，要是在西安碰上，我一定替大哥传话。我拍胸脯保证。说话间已到御书房附近，我和大哥默契地收起笑容，换上一脸严肃。朱标先进去，我在外头等着。没多久，里面传来太监奸细的声音：“宣秦王朱揣觐见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刚踏进门槛，就听一声炸雷般的怒吼：“逆子！”朱元璋的声音震得房梁都在抖。本以为你这几个月老实了，竟敢偷偷跑去那种地方，还被御史抓个正着。你不要脸，咱还要脸，取咱鞭子来！我头皮一麻，转身就想跑，这是条件反射。上次30鞭子的记忆太深刻了，可门口那个铁塔般的汉子二虎一把就拎住了我的后领。二虎，朱元璋的贴身侍卫，死脑筋一个，就听皇帝的话。上次我想逃，就是他把我提溜回去的。我狠狠瞪他一眼：“你小子，我记住了。”御书房里，朱元璋看我那副怂样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还想跑？这次打算往哪儿躲？躲你娘宫里去！咱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？我心底叫屈，上次那是情况紧急，谁听到要挨30鞭子不跑啊？那玩意儿抽完，半条命都没了。爹，父皇，别，会出人命的。我急得口不择言：“大哥，救命啊，大哥！”这一声爹喊出来，朱元璋明显愣了一下，眼中的怒火烧退，但很快又烧起来。你还知道咱是你爹？看看你干的那些事！堂堂亲王，
欺男霸女还不够，现在还敢去那种地方，咱老朱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朱标赶紧打圆场。父皇，二弟这些月确实安分，今日若非召见，他连府门都不出，其中会不会有误会？误会？朱元璋把奏折甩给朱标，时间地点清清楚楚，咱能冤枉他？朱标看完奏折，眉头紧皱，偷偷冲我使眼色。二弟，快编个理由啊！理由？我脑子飞快转着，说去听取找死，说去考察民情，太假。目光扫到二虎，我灵光一闪，有了！我摆出豁出去的表情。父皇，儿臣本不想说，既然父皇要听，儿臣只好实话实说。儿臣去那里是为了打探淮西勋贵的动向。话音落下，御书房里瞬间安静。朱元璋眼睛眯了起来，朱标一脸震惊，二虎把头埋得更低。细说。朱元璋的声音听不出情绪，我心里松了口气。赌对了，淮西勋贵势大，早就是老朱的心病。刘伯温去世后，淮西党日益猖獗，儿臣听闻他们暗中图谋，担心对父皇不利，这才乔装改扮潜入酒楼打探虚实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儿臣不敢交给旁人，又苦无实证，本想查实再禀报，不料刚着手就被御史撞见。我越说越顺，把自己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孝子。朱元璋沉默良久，忽然冷笑：混账！为了遮掩荒唐行径，连这种谎都敢扯。二虎拖出去，重重的打！我傻眼了，剧本不对啊！父皇，儿臣所言句句属实。那日胡惟庸、蓝玉等人都在，儿臣真是去探听消息的。不信您问二虎。话一出口，我就知道坏了。二虎在亲军都尉府锦衣卫前身，任职是机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果然，朱元璋抓起玉如意就冲了过来。二虎的身份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在咱身边安插了眼线？玉如意高高举起，眼看就要砸下。朱标一个箭步挡在我身前，抱住我大喊：二弟，快说实话！说实话，父皇会原谅你的。实话？我说我是穿越来的大学生，知道历史，所以知道锦衣卫。那要么被当疯子，要么被严刑拷打。电光石火间，我急中生智，是刘伯温告诉我的。朱元璋动作一顿。刘伯温死前，咱还没打算成立锦衣卫，他怎会知道？我硬着头皮圆谎。刘伯温神机妙算，临终前预料到淮西党将威胁皇权，提醒儿臣收敛性子，否则会成为他们的靶子。他说父皇必会监察百官，人选必是二虎，因为二虎只忠于父皇一人。我把刘伯温吹得能掐会算，反正死无对证。朱元璋放下玉如意，眼神复杂。刘伯温，咱确实亏欠他。我正以为蒙混过关，却听朱元璋又道：他让你收敛，你听了吗？改了吗？名声还是臭变应天。二虎拖下去，30鞭子，沾盐水。我眼前一黑，这糟老头子今天是非打我不可。朱标急得又要劝，朱元璋却摆摆手：彪儿，这逆子不吃点苦头不长记性。不过他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。看在你还有点孝心的份上，减10鞭、20鞭，不许再求情。我被二虎请出去时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身影在宽阔的御书房里显得有些孤寂。朱标站在他身旁，欲言又止。殿外阳光刺眼，我揉了揉脸，心里苦笑：20鞭就20鞭吧，总比30鞭强。等去了西安，海阔凭鱼跃，到时候软玉温香，勾栏听曲。哼，是为国镇守边陲，发光发热。摸了摸怀里的香瓜手雷，我深吸一口气。大明，等着，你真正的秦王马上就要登场了。看着二虎朝我走来，那架势活像要押赴刑场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凉了半截，剩下半截是被父皇那张黑脸下降的。我赶紧用眼神向大哥朱标求救。大哥刚张开嘴，话还没出口呢，父皇那双能吃人的眼睛就瞪了过去。得，亲大哥也靠不住了，这场景我熟，每次我要挨揍，大哥求情的结果都是父皇的怒火转移。虽然最后打还是照打，但大哥总能让我少挨几下。今天看来，连这几下都省了。横竖这顿打是逃不掉了。我心一横，在二虎的手碰到我胳膊之前，猛地向后一退，冲着龙椅上的朱元璋喊道：父皇，既然横竖都要挨打，那我摊牌了，不装了。我这些年表现出来的纨绔样子，全是装的。从成年那天起就在演。二虎伸出的手停在半空，脸上闪过一丝诧异。他可是大内顶尖高手，我这三脚猫功夫按理说根本躲不开。他大概是没想到，在父皇盛怒之下，我居然还敢有动作。朱元璋的眉头拧成了疙瘩，手里的奏折啪地摔在御案上。但令我暗暗松口气的是，他眼里分明闪过了一丝好奇。好啊，父皇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那你就好好说说，瞒了咱什么？说得好，这顿鞭子先记在账上；说不好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向二虎。二虎，你亲自给他加餐，让他好好长点记性。我心里那半口气总算吐了出来。好奇就好，
好奇就有戏。父皇，您仔细想想。我调整了下呼吸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诚恳。儿臣成年之前，是不是人人夸赞彬彬有礼？先生们都说我聪慧明理，大哥也常夸我懂事。怎么一成年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？朱元璋沉默着，手指在玉案上轻轻敲打，这确实是他多年来的疑惑。我听说私下里他和母后还为此吵过几次，母后总说抓儿本性不坏，父皇则骂慈母多败儿。我趁热打铁，只因为我看清了朝堂的局势，浙东党和淮西党明争暗斗，刘伯温先生病重，浙东党示威，这朝堂迟早是淮西党的天下，所以我从成年那日起就打定了主意，装成个纨绔，装成个废物，让淮西党那些勋贵把我当成没出息的王爷，对我放松警惕。我抬起头，直视父皇的眼睛，父皇，我这是在扮猪吃老虎啊，就等着哪天能帮您收拾他们。我要像老四那样精明强干，文武双全，还不得被他们盯死？到时候别说帮忙，自身都难保。朱元璋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茶盏哐当作响。巧言令色，扮猪吃虎！你看看你现在，满朝文武都在弹劾你，御史台的折子堆得比你还高，咱怎么给你兵权？怎么让你去西安就藩？不能就藩，就不能削弱淮西党的军权；不能去地方，就切不断他们对地方的控制，还扮猪吃老虎！父皇气得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你就是头蠢猪，大蠢猪！光知道装，不知道收场！”我委屈巴巴地撇撇嘴：“父皇，您这是过河拆桥，不道义。”过河拆桥？朱元璋气笑了，绕着御案走了2步。河在哪儿呢？桥在哪儿呢？你今天说不清楚，咱真扒你一层皮！大哥在一旁急得直跺脚，拼命给我使眼色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见好就收。”可我骑虎难下，说也打，不说也打，不如过把嘴瘾，死也死个痛快。说就说，我也豁出去了。要不是我当混账吸引火力，胡惟庸那帮人能只盯着封王的事吗？要不是我顶在前面，那些文官就敢死谏反对封王。现在他们只是不让我去就藩，老四他们却顺顺利利拿到了军权。淮西党要是全力反扑，父皇您能把他们都杀光吗？朱元璋怒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？他们敢死谏，咱就把他们一个个摔死在午门外。”父皇您就别吹了，我索性破罐子破摔。文官您敢动，朝廷就得乱。淮西党真要反扑，大明得分裂，北元还在虎视眈眈，您真敢下死手？现在这局面多好！我越说越顺，淮西党的火力全集中在我身上，弹劾我的折子满天飞，可弟弟们都平安无事，这不正是您想要的吗？牺牲我一个，幸福全皇家。朱元璋举着鞭子的手停在半空，御书房里突然安静的可怕，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蝉鸣。父皇站在那里，眼神锐利的像刀子，但我知道他脑子里正在飞快的盘算。大明立国才10年，北方有北元残部虎视眈眈，西南有土司不尊王化，沿海还有倭寇骚扰。现在确实不是和淮西党撕破脸的时候。这些勋贵跟着父皇打天下，军中门生故旧遍布，真要闹起来，这么一想，我的混账行为好像还真有点用。大哥朱标已经恍然大悟，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心疼和敬佩。二弟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淮西党总盯着你不放，每次朝会都要参你一本。原来你是故意的，你受苦了，背了这么多骂名。他说着说着，眼眶居然有点红。我这位大哥啊，心肠也太软了。朱元璋面子有点挂不住，干咳一声，坐回龙椅。当哥哥的冲锋陷阵怎么了？他是老二，护着弟弟们不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父皇眼神飘忽了一下，咱怎么知道这不是他的狡辩？为了免顿打，什么话编不出来？话一出口，父皇眼神里闪过一丝后悔，虽然很快就被他惯常的威严掩盖过去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看来还得加把火。今天要不把父皇说服了，这顿打绝对逃不掉。父皇，我不止帮您吸引火力，我脑子飞快转动，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，我还助长了胡惟庸的嚣张气焰，这是在为您废除宰相制度铺路啊！您不能不认账。废除宰相？大哥猛地转头看我，又看向父皇，满脸震惊。父皇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您从未提过。朱元璋老脸一红，天地良心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计划。这些年来，他只是觉得宰相权力太大，胡惟庸越来越放肆，可从来没想过要废除延续1000年的宰相制度。但现在说不知道，岂不是显得自己还不如儿子有远见？父皇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他端起茶盏喝了口茶。我注意到他的手有点抖，虽然只有一瞬间。他放下茶盏，板起脸：“这事儿咱谁都没告诉你，从哪儿听来的？说！”我脑子嗡的一声，难道我搞错时间线了？历史上朱元璋废宰相是后来的事，现在提太早了。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，还好父皇接得快，他显然也意识到不能露怯。说，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偷听了咱和你母后的谈话？我赶紧顺杆爬，
抹了把额头的汗。这还用别人告诉？父皇，您的布局，儿臣看得明白。刘伯温先生去世后，您让李善长告老还乡，表面是打压淮西党，实则是推胡惟庸上位。胡惟庸比李善长张狂，少了稳重。张狂的人给点阳光就灿烂。淮西党弹劾我这个秦王，连父皇您都让步了，胡惟庸的相权不就压过皇权了？他只会更放肆，更不知收敛。我越说越有信心。天要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等胡惟庸做出更出格的事，闹到天怒人怨，父皇您就能抓住把柄，一举废除这千百年的宰相制度，从此皇权独尊，再无相权制衡。朱标听呆了，嘴巴微微张着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父皇，最后喃喃道：“父皇，您下的好大一盘棋，儿臣竟然毫无察觉。”朱元璋背过身去，面朝墙壁上的大明江玉图。我知道他是不敢让我们看见他的表情，他怕露馅儿。我甚至能想象父皇此刻的心理活动。好小子，这主意不错，咱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不过既然是咱儿子想的，那四舍五入就是咱想的。半晌，父皇才咳嗽一声，转过身来，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。老二，这事儿不准外传，一个字都不准泄露。他又看向大哥，彪儿，不是父皇瞒你，此事还在筹谋阶段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宜过早暴露。我和大哥都老老实实应下，我心里抹了把汗，总算糊弄过去了。鞭子应该免了吧？今天这关算是过了。谁知大哥突然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不好，父皇！宰相制度若废，所有奏折全堆到您这儿，您不得累坏？唐朝许敬宗就用这法子累垮过长孙无忌。史书记载，长孙无忌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，最后活活累死的。”朱元璋身体一僵，这确实是个要命的问题。他自己体壮如牛，熬夜还行，可彪大哥从小身体就弱，要是将来继位，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，父皇的脸色阴晴不定，目光在我和大哥之间来回扫视。最后他盯着我，老二，那眼神活像要把我吃了。你出的主意，你告诉你大哥该怎么办。今天你要说不出个办法来，刚才那顿鞭子反背。我和大哥异口同声地接道：“得，亲爹，您真是我亲爹。”皮球踢到我这儿了，我快速盘算着，脑子转得飞快。历史上的明朝后来是怎么做的？对了，内阁。可内阁制度现在提出来太突兀，得换个说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简单，把宰相的权力分给6部尚书，吏部管官员任免，户部管钱粮税收，礼部管科举礼仪，兵部管军事，刑部管律法，工部管工程营造。6部权力大了，直接对父皇负责，朝堂上就不再是皇权之下只有相权，而是多股力量互相制衡。我看着父皇越来越亮的眼睛，继续道：“就算有党争，也是6部之间斗，吏部和户部争权，兵部和工部抢资源，不会一家独大。淮西党内部也会因为利益分配出现分歧，毕竟文官和武将想要的可不一样。从内部分化他们，让他们自己闹起来，到时候父皇收拾残局就容易多了。而且这样一来，我最后抛出一个父皇无法拒绝的点：奏折按6部分类处理，重要的才送到御前。父皇要批的奏折不会暴增，还能同时打压相权，分化淮西党，一箭三雕。大哥听得眼睛发亮，忍不住拍手叫好：“妙啊，二弟！如此一来，既能加强皇权，又不至于累坏身体，还能瓦解淮西党，这简直是神来之笔！”朱元璋眼里也闪过毫不掩饰的赞赏，但他很快眯起眼睛，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。每次他发现我偷吃御膳房的点心，就是这种眼神。二虎，父皇突然喝道：“拿鞭子来！”我和大哥都傻了。大哥急道：“父皇，二弟说的多好，怎么又要打？”朱元璋一本正经，表情严肃的好像真在考虑国家大事。老二不是要藏拙吗？咱这是在帮他。今天这顿鞭子挨了，大家才相信他就是个纨绔，没人会怀疑他。要是不打，淮西党就会起疑。怎么秦王突然开窍了？是不是之前都是装的？他们还会指责咱偏心，为了保儿子，连朝廷法度都不顾了。父皇背着手在御书房里踱步，说得头头是道：“为了朝廷稳定，为了老二的将来，这鞭子必须打，还得狠狠打，不见血不足以服众。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秦王朱川就是个不成器的，打死了活该。”我腿一软，差点坐地上。今天横竖是逃不掉了是吧？我刚才那些话都白说了。二虎默默拿来鞭子，那鞭子油光发亮，不知道抽过多少人。朱元璋接过来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啪的一甩，鞭子在空中炸出脆响，像鞭炮似的。我浑身一哆嗦。鞭子没沾水，父皇皱眉，去拿盐水来。我眼前一黑，这是真要我的命啊！盐水沾鞭子，打完了伤口不容易愈合，还会溃烂发炎，这是往死里整啊！大哥扑过来，挡在我身前。父皇，真不能打啊！二弟身子弱，经不起这么打。朱元璋看着大哥，叹了口气。那表情活像我马上要为国捐躯了似的。彪儿，咱也舍不得，但淮西党盯着呢，
老二不吃点苦，不流点血，咱的计划就容易被看穿。他拍拍大哥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为了老朱家的江山，为了大明的万年基业，他委屈一下吧。眼看鞭子真要落下，我脑子一热，大喊：父皇，我有办法解决淮西党，一劳永逸的办法，以后不用藏拙了。鞭子停在半空，朱元璋用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，那眼神像是在说：你小子还能有什么好主意？说说看。父皇把鞭子递给二虎，坐回龙椅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可行？今天这顿鞭子记在账上，不可行。他顿了顿，伸出3根手指，加30鞭。亲爹，您真是我亲爹。60鞭，抽完了我还能有命？从商业下手，我急中生智，想起穿越前看的那些商战小说，淮西党要钱要粮才能闹事，没钱没粮，他们拿什么养私兵？拿什么收买人心？朝廷上，父皇废宰相打击文官集团；地方上，儿臣开个商行，就从淮西党手里赚钱。他们不是走私盐铁吗？不是垄断漕运吗？儿臣用正当生意击垮他们。我越说越快，思路越来越清晰，再用商业手段分化拉拢，给这家让利，给那家断货，让他们为了争生意自己斗起来，商场上斗得你死我活，朝堂上自然就没力气抱团了。朱元璋沉吟片刻，手指轻轻敲着玉案，这主意听起来不如废宰相那么惊艳，但仔细想想，好像还真有点意思。淮西勋贵确实都在做生意，徐达家开绸缎庄，常遇春家做粮行，汤和家垄断了江淮漕运，但毕竟是亲儿子，真打坏了也心疼。马皇后那儿交代不过去，主意嘛，父皇拖成了生意，一般般，算不上多高明。我的心又提了起来。父皇话锋一转，但念在你今日说了不少有用的话，给你个机会试试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感觉后背的衣裳都汗湿了，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。3个月。朱元璋伸出3根手指，3个月内，你的商行要是能让淮西党吃个亏，哪怕只是小亏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要是做不到，父皇冲二虎扬了扬下巴，二虎，到时候你亲自动手，60鞭，一鞭都不能少。我咽了口唾沫，重重点头。儿臣遵旨。走出御书房时，夕阳已经西斜。大哥拍拍我的肩，眼神复杂。二弟，委屈你了，这3个月需要大哥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我苦笑，谢大哥，不过这事我得自己来。回头看看御书房紧闭的门，我抹了把额头的冷汗。装纨绔的日子结束了，可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淮西党，你们等着，本王的商业帝国要从坑你们开始了。听到父皇终于松口，饶过了二弟，我大哥朱标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彻底放松下来。刚才老爷子那雷霆之怒，真是谁碰谁倒霉。现在好了，风暴总算过去，按规矩，这时候我该赶紧磕头谢恩。可不知怎的，我竟愣在原地走了神，脑子里全是怎么对付那帮淮西勋贵的事。谢父皇隆恩。正当我神游天外时，大哥朱标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拽着我扑通跪下，高声谢恩。我这才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好险，差点又撞枪口上。我悄悄抬眼，果然看见父皇朱元璋眉头已经皱成了疙瘩，右手似乎动了动。幸好大哥反应快，老爷子哼了一声，大概看在大哥面上，最终摆摆手，平身退下吧，咱罚了。出了御书房，走到一处空旷地方，大哥平退了左右，严肃地看着我。大哥，这是做什么？我有点纳闷。说话小心些，才不会被别人听去。大哥低声道，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凝重。二弟，你既然选择韬光养晦，就该一直装下去。今天你这番话虽然暂时过了关，但只怕已经让父皇对你起了别样的心思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父皇为何要动淮西勋贵？因为他们可能妨碍未来之路。朱标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今天表现出的能力，万一将来也被视为阻碍呢？我瞬间如坠冰窖，大哥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醒。我怎么忘了，眼前这位洪武大帝为了给继承人铺平道路，那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历史上那场牵连数万人的大案，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巨大的恐慌攫住了我，未来的可怕景象在脑海中翻腾。我下意识一把抱住大哥，声音都带了哭腔。大哥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，长命百岁啊！弟弟以后可全指望你了。现在马皇后和大哥就是最稳固的靠山，他们若在，老爷子多少会顾念亲情；他们若不在了，我简直不敢想。朱标被我抱得一怔，随即像小时候那样轻轻拍着我的背，语气坚定又温暖。二弟，别慌，有大哥在，一定护着你。在大哥的安抚下，我渐渐冷静下来。是啊，慌没用，得想办法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缩在王府里混吃等死？不行，那会被当成蛰伏待时离开京城。更不行，那是心怀不轨，意图在外积蓄力量。我愁得直挠头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手上要兵没兵，要人没人。老爷子现在肯定加倍盯着我，动辄得咎。看着大哥关切的脸，
我忽然灵光一闪，对呀，问题的关键在阻碍二字。如果我不是阻碍，而是助力，是垫脚石呢？如果我能帮大哥稳固地位，让老爷子看到我的价值仅限于此，那我是不是就安全了？大哥，我抓住他的手，眼神亮了起来。以后弟弟我就跟着你混了，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朱标被我逗笑了，轻轻捶了我一下。别说以后，先想想眼前。你可是在父皇面前立了军令状的，搞不定那帮淮西勋贵，你的屁股还得开花。说到这个，我心里反而有底了。刚才在御书房走神，可不全是吓的，更多是因为我看见了希望。我的金手指，那个穿越时带来的神秘仓库空间。当时就在父皇答应我可以成立商行的时候，我的意识瞬间被拉入了一个奇特的地方。那是一片灰蒙蒙的广阔空间，中央有一座孤零零的仓库。仓库不大，里面却有通往地下的电梯。目前我只能进入地下1层，电梯下降的过程极其煎熬，黑暗、寂静、逼仄，仿佛没有尽头。但当我走出电梯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。地下1层竟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。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，上面摆满了书籍，从母猪的产后护理到基础和物理概念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入口处还有一台老式电脑，可以检索书目。我试着搜索玻璃制造，立刻出现几十种相关书籍，从最简单的土法制作到现代工业流水线，应有尽有。琉璃在这时代可是奢侈品。虽然明朝已有制造技术，但杂质多，成品率低。我脑子里的土法制造足够吊打他们，而且成本更低，质量更好，这就是一座金山啊！我又搜了香水制作，同样收获满满。各种花香型、古龙水的简易配方，蒸馏提纯方法记载的清清楚楚。琉璃和香水这2样绝对是掏空达官显贵钱袋子的利器，对付那些贪婪的淮西勋贵，从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财富下手，再合适不过。除了知识，仓库地面层还存放着一些硬货，几把手枪，几箱子弹。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步枪和机枪，甚至还有一挺看起来就威力惊人的重机枪。后来我知道它叫，不过它们太重了，我一个人根本搬不动，现在也用不上，拿出来是祸害。目前我能从仓库空间往外拿东西，但还不能把现实的东西放进去。这个金手指就是我最大的依仗。意识回归现实，不过一瞬，看着身边忧心忡忡的大哥，我信心倍增。我拉住朱标，换上财迷般的笑容。大哥，别愁了，弟弟我有办法了，保管让那些老家伙们哭着把钱送上来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朱标好奇。简单，开商行，做买卖，卖他们没见过的好东西。我凑近些，压低声音，就是这启动资金嘛，还缺点。大哥，要不要入股？入股？朱标没听懂。就是合伙，你出点本钱，算你一份，赚钱大家一起分。我解释道，这叫风险共担，利润共享。朱标看着我眉飞色舞，仿佛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刚才的担忧也被冲淡了些，他点点头。好，信你一回。需要多少？大哥帮你想想办法。不过他表情又严肃起来。二弟，切记行事需谨慎，莫要张扬。赚钱其次，平安为上。明白。我用力点头，心里已经勾勒出宏伟的商业蓝图。淮西勋贵们，你们的钱包准备好减肥吧，而我的靠山之路就从这第1桶金开始。